我接到香港粉丝的邀请，说在香港旅游可以住他家，这样子可以给我省钱。来香港的第一天，先去感受一下这边的骑行路线。一个运动相机，走了4个档。这是我的并不带，对膝盖冲击较大的运动都可以使用。到站后会有很多热情的香港人引导，随便你选哪家，你还可以进行砍价。这里租车其实很方便，他没有查验我的身份证，也没有查护照，就只写了个资料。从重庆来香港的大围线骑车。在什么？唱歌！One time。吃一个蛋把另外的蛋留着，你待会还要骑很长的路。还是那句话，看到天气好，心情就会变好。1、2、3、Go！ 你的童年，我的童年，好像风一样，小小肩膀，大大书包，想呀想学它。新的信仰，新的主张，新的模样，快乐是。住在香港粉丝家的第2天，还是自己做饭。但今天准备去香港的长洲岛，暖和的话准备下个海。哇塞，我感觉住在这里好幸福啊！你们看到上面的房子了吗？这次出来旅行真没花啥钱。我这会儿走到海岛来了。我有时候觉得一个人旅行真的很不错，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，你想走多快走多慢都可以，没有人管你。你看到哪儿好看你就去。我在香港待了4天。有个本地粉丝带着我吃喝，真的不踩雷。但我对香港的感受，在内地上餐太慢，会给说不好意思；在香港你催他，会不耐烦地说都排着号的，就是不太热情。那这条视频再分享几家香港美食。第1家9记牛腩，大肉入口很饱满。第2家林记车仔面，很多本地人排队。第3家华姐牛腩，这一条街全是吃的。第4家 Advance， 在大围地铁站，骑完车就可顺路吃，他们家的拌饭相当不错。第5家黯然销魂饭，在香港机场内13号登机口，98港币，价格小贵。此刻我准备前往越南旅行，下期视频再给你们看看越南是个啥情况。有人觉得我一个人去越南会遇到啥危险？我一身肌肉看着就那么好欺负吗？这次我去越南还是一个人，到酒店后呢，我还是会习惯性的闻闻被子。我发现这个酒店的被子还是没有洗。退房的时候我还看到了这一幕，难道毛巾也是没有洗的吗？第2天我在岛上花15万越南盾租了一个摩托，打算自驾环游这个小岛，累了就随机找一个沙滩去休息一会儿。开启我的度假之旅。还在上班的你此刻有没有很羡慕？1天环岛下来我直接被晒伤了。去药店买药，看我是个中国人，一个路会胶要我20万越南盾，换算成人民币就是53元，所以在这边砍价砍一半是最合适的。最后10万越南盾成功拿下。第3天呢，又换了一个酒店，发现被子还是没有洗，因为我对人味是很敏感的。今天呢也有点寂寞，就去找了当地的一个团，还给我配了一个中文的导游，包含了酒店接送、浮潜设备、午餐以及摄影。听不懂他在说什么，感觉像在背英语作文，而且我说英语他听不懂，他说英语我也听不懂，可能我们的口音都太重吧。其中这个沙滩的海底漫步还给我们提供了摄影跟摄像，还有这个跳岛也很好玩。今天呢还认识了一个新的朋友，晚上约着一起去了一家按摩店，越南的按摩店真的很不一般，就留着下期视频再说吧。
在越南富国岛，每天都有不同的技师陪我，因为我每天都要去按1到2次。在越南，我选按摩技师，我有我的标准，胖的不要来，力气小的不要来，脸要看得过去。那今天呢，我就推荐几家越南富国岛的按摩店。我先说明一下，这些店的环境可能一般，但是人家是绿色的。先说第一家按摩店，90分钟的洗头加全身按只需要100块钱。他们的店虽然有点破破的，但是我和我朋友都觉得这里的力道跟手法都很好。我很推荐他们家的洗头和洗脸，特别是洗脸，花样特别的多，价格也是100元左右，目前认为最好的一家。第二家呢也有点破破的，但是这一家的技师看着阳气非常的足，所以有力气。其实还有很多的按摩店我都想分享的，结果我的素材丢失了。总之，如果你要去越南，记得享受当地的按摩。我真的很佩服自己的脸皮厚，我用7000元旅行了3个城市，香港还有越南的富国岛和胡志明。那这个视频呢，我就告诉大家我是如何做的。首先我在红薯上发了一个帖子，问有没有香港的旅游搭子，恰好呢有个粉丝朋友跟我说可以让我住他家，嘿，那就节约了大头啊。在香港呢，我基本上就是做饭、逛街，不买任何的东西，所以4天玩下来呢，只花了1208元。后面就发了一期蹭住视频，结果全国网友就邀请我去他家住，所以呢我就随机回复了一个网友，我说你家有多余的房间吗？或者有多余的沙发也可以，嘿，他就不理我了，是为什么呢？之后呢，我就从香港飞往越南的富国岛，到了当地之后呢，我找了一个1日的旅游团，吹了一会儿牛，我说我在国内给他做推广，我们国内有很大的市场，你就带着我免费玩1天就可以了，他还是同意了。第2天呢，我还认识了一位中国游客，在这里我再插个事儿啊，去外地不要相信红薯上推荐的当地美食，一到店全是红薯来的中国人，都说不好吃，是哪个博主为了流量吗？非要推这家？要吃美食就去谷歌地图上找看评分就可以了。然后呢，我们还租了一辆摩托车，1天只有30元人民币左右，在岛上也不用打车了。之后呢，我就去了越南的大城市胡志明，这个城市我住的是青旅，38元人民币左右，所以被子没洗我都是可以理解的。我一共在越南待了6天，刚到越南的时候呢，我看我的钱包还有预算，所以呢，我在越南每天都是按摩2次，这6天玩下来简直不要太爽，总共花费了3502元，有一点点的偏高。机票呢是2500元，飞了4趟呢还是比较合理，所有的费用加起来就是7210元。其实出去旅游根本不咋花钱，因为我是错峰出行，加上我脸皮也挺厚，朋友也是五湖四海。很多人呢节假日出去旅游，机票起码是平时的2倍以上，酒店也是平时的3倍以上，甚至还要再往上涨价，怎么可能不贵呢？